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邕江，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。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，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。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。到了，各位船舶请注意，现在我红枫6628船在站区开往会港方向，请各王船舶注意。谭初宝今年52岁，在邕江上已经跑了33年的船。每次船过乌蛮滩，船上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。我们跑船人都经过福伯庙的时候，都祭拜一下福伯将军。谭初宝所说的福伯将军，就是东汉南下平定叛乱的一代名将马援。福伯意为收复山河、平息风波之意。距今1980年前，交趾起兵，岭南大乱。洛阳的汉光武帝封名将马援为伏波将军，令其统帅10万大军南下，平定叛乱。马援临危受命，沿海急进，随山开路，长驱直入1000余里，大败叛军，平定岭南。马援率领大军途经乌蛮滩时，看到这里乱石丛生，暗礁密布，浪迹水险，险象环生。他勒马停止了前进的步伐，下令部下清理礁石，疏通航道。乌蛮滩上建起了一座伏波庙，从此安邦定国的一代名将马援，被邕江两岸的壮族先民奉为惩恶扬善、镇妖辟邪的伏波大神。伏波庙在此镇守激流险滩，坐看船来舟往，延似1000年的袅袅香火，记录了一场战争与和平的1000年传奇。时至今日，在每年农历4月13日这一天，南宁以及周边省市的民众便会自发上庙，前往祭拜。马援病死南疆，尸体裹革北归，而他的将士却留了下来。硝烟散尽，铸剑为犁，军人变成农夫，干戈化为玉帛。
中原文化开始以一种平和兼容的方式进入岭南，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。按我们常规的理解，就是说这种人的话，他应该说是对当地的民族这种对立的关系。但是由于他们的人数比较少，所以慢慢的话呢，会与当地的民众就是相互融合，不论在血缘上还是文化上，也融合的比较好。在邕江边上，还有一座供奉伏波将军的庙——武圣宫。这座与众不同的神庙，由来往邕江的广东商人在乾隆年间所建。这里的伏波将军的神像，和当地民间信奉的三界神、道教的玄武大帝、岭南人信奉的龙母、东南沿海信奉的妈祖天后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并祀一处。其实在武圣宫中参加祭祀活动的不仅仅是广东移民，因为他把当地人所信奉的那些信仰的神灵都把它放进去了，所以当地人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个武圣宫的一些活动。连鹤啄之生灵，至将共随天左右。翠神通于检月，平蒙更因月东西。这幅名联道尽了武圣宫攻列诸神会同四海的气象。在他呢征战的过程当中，除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外，还在当地呢通过行政建设、政治宣传以及呢疏通水利和呢经济建设这样的一些丰功伟绩，在当地呢取得了非常有深远的影响，以至于得到呢当代和后世官方以及民间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和拥戴，那么就形成了要对他进行崇拜和呢祭祀的这样的一种文化。这个主要是人口流动，所以那个人们呢就因为交流的需要呢，这就互相通话了，所以这个语言的交流啊，它是由于经济的交流开始的。这是南宁市区的一处著名的所在。双妈井，在表达乡愁的语汇里，有一个习以为常的成语“离乡背井”。井是家乡的指代和象征，不过，南宁人对于井的情感，却来自一种特殊的缘由。双妈井，一井两口，十分罕见。据史籍记载，宋朝大将狄青率领大军征讨能至高，平定战乱后，就地驻守，执鞭指地，命士兵掘井取水。果然井水汩汩，众人欢呼。但因为人马众多，狄青命令做2个井口，以供兵民和军马饮用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双妈井成为老南宁人对故土的生动记忆。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。战争结束后，狄青的大军并没有全部北撤，一部分留在当地，驻扎于邕江南岸。戍守南疆的中原士兵和古邕州的当地百姓通婚，生产生活，繁衍生育。中原话和当地的方言相融合，成为中国10大方言之一，平话的起源。靚仔嚟行下嚟，跟住係乜飯？嗱，班靚2兩間撈，間肉巴放啲肉麵落去，幫我打包呗。要仔罩啊！罩未？烤奶我哋未沖啊噃。哦，是啊，得閒你用啱點樣啊？可以啊，隨時都得。
耶嘿，含你呀奔頭含撈咧，登基敵路當sau手。越人歌是2500年前南方的少数民族的歌，有越人，有主人，就说呢，他在船上唱的歌，主人不明白，要通过翻译，就有人站出来给他翻译。当时祖地既有人懂华夏语，又有人懂粤语，这情况就说明了当时的中原文化跟岭南文化不是隔膜的，是有互相交融交汇的。正如地理上的阻隔从来没能阻挡无远弗届的帝国政治一样，横亘东西的南岭也从来没有妨碍南北文化的交流渗透，同生共长。从越人歌的流传到伏波庙的香火，从宋将狄青的遗迹双妈井到岭南方言平话的形成，南宁与中原的政治文化联系从未被隔断过。事实上，每逢北朝南犯、改朝换代，或是朝野内乱，包括衣冠望族在内的大量北方移民，就像候鸟一样相率而奔，一路南徙。加上驻军演化成的军事移民，以及随部队南迁的实边移民，他们开始在南中国和平的阳光下休养生息，耕读繁衍，以至于岭南成为一个盐与类荆乡、衣冠同中州的文化栖息地。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相嵌互通，碰撞相融，以一种独特而生动的姿态开始生长，多元并存，多样杂糅，树大根深，叶茂枝繁。那壮语稻田的意思。纳莲是邕江下游星罗棋盘的集镇中的一个。纳莲虽小，但名气颇大。每年农历4月20，当地人都要在北帝庙前举办庙会。曹文弼土生土长了55年，他家的祖宅和北帝庙只1墙之隔，对于这个庙会自是熟悉不过。庙会是纳莲人1年当中的喜庆日子。庙会这一天，张灯结彩，祭拜祈福，还要舞龙舞狮唱大戏，热闹非凡。四面八方的人也会专程赶来赴会。南岭横亘，道阻且长，河流便是人员往来和物质运输的便捷通道。庞大的珠江水系自古以来就是4通8达的水上通渠。纳莲地处邕江及其支流8尺江的交汇处，自然成为水运枢纽。在明朝崇祯年间，纳莲修建了运输码头，来往的客船在此歇脚。广东人从珠江下游逆流而上，从事物质贸易的同时，也带来了外来的手工产品和手工技艺。
在我们那莲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大家都喜欢做手工。我这个手工呢，是小时候6岁的时候就跟奶奶学了，也跟妈妈学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那莲的话呢，原来是一个古墟，从外面来经商的人就把外地的文化带进来。比如说点米成画啊，还有刺绣啊，还有做香包啊，等等等等。那我们的话呢也很喜欢啊，那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样子，我们就一直就流传下来。在曹文碧的记忆里，奶奶和母亲一直在忙着织布刺绣，大多数的手工都交给了来往的商人，换取钱款贴补家用。你睇咩咧嚟啊？過嚟啲啲，係嘛？哦，得啦，上來，上來，誰上來？傳女不傳男，曹文碧自小就在奶奶和母親那裡學會了紡織刺繡，還有點米成畫的技藝。這輛紡車，奶奶搖了一輩子，綿延的紗線連綴了奶奶的一生。車輪飛轉，日月如梭，在她看來，這是寶貴的傳家寶，要一代一代傳下去。不只是那蓮的廟會，在廣西的12個世居民族中，無論是壯族、瑤族，還是苗族、侗族，原先單一的民族節日，都成了各民族共同的盛會。壯族的3月3，苗族的4月8，瑤族的盤王節，侗族的花炮節，都是當地各民族團聚狂歡的盛事。漢族的中秋習俗傳入嶺南，壯民族從此多了一個月神節。至於1年1度的春節，則更是各民族共同的節日。新春納餘慶，佳節號長春。邕江兩岸的各族民眾都會貼春聯兒、放炮仗，人們喜氣洋洋，盛裝出行，辭舊迎新，拜年祝福。年年月月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疊進的時序，賦予四季不同的意蘊，也成為各民族文化鐫刻在歲月深處的印記。壯民族是一個非常開放、非常包容的這個民族。為什麼包容？因為這個壯民族啊，很早就種植水稻了，就是一個定居的民族了。對他們的文化也是兼收並蓄啊。漢族的所有的節日，壯族度過，也形成自己的特點。這麼多民族實際上雜居相處，他們相互取長補短，共享受共同的成果。大家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形成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念，一種共同的追求。位於南寧解放路的新會書院，始建於乾隆年間，至今已有近200年歷史。這座由當年在南寧的廣東新會商人眾籌興建的公共會所，如今已成為庸劇演出的場所，每周都要上演一出或悲或喜的大劇。歲月如流，劇情更迭，方言聲聲，如喚汝名，一呼一答間，透出濃郁的鄉愁鄉情，如煙如夢，難化難解。這個會館呢，最早呢都是以一種移民他們形成的啊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移民遷到一個其他地方，
那么他需要这个有一种共同的大家聚会啊，还有这个大家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啊，这个还有呢要照顾到新来的移民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来的移民，他为自己的子弟啊，他要就办一个书院。邕江流动不居，带来如云商客。在南宁，要数粤闽、江浙、赣皖、湘鄂等省的商人最为活跃。南宁现存粤东会馆、安徽会馆、两湖会馆、新会书院等多座会馆，同乡共济，祭祖敬贤，行业互通，协调矛盾。会馆成了同乡相聚、寄托乡愁的场所，也是南宁市井繁华、商务兴盛的历史见证。一座座名称各异、形制不同的会馆，静静地伫立在这条百年老街上，不动声色地坐看这座江城的百年风雨，观望南宁人一如既往的人间烟火。在南宁林林总总的书院中，有一家特别的明镜书院。书院是一位名叫谭氏婆的平民女子出资兴办的。当年谭氏婆刚刚20岁，丈夫病逝，谭氏婆和儿子相依为命。她决心让孩子读书，考取功名，以告慰亡夫。孩子上学了，当他看到周边乡亲无力供养孩子读书时，谭氏婆不忍了，她狠狠心拿出了全部的家当，省吃俭用开办书院，延请名师，开蒙授课。从此，这个书院的朗朗书声和他的名声一样，响彻邕江两岸。一时间，明镜书院有口皆碑，方圆百里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。200多年过去了，谭氏婆兴办的明镜书院仍在。门前的青石板上，无数的学子从这里走出书院，走向了扩大的外面世界，经风立雨，建功立业。从南宁来讲呢，是比较兴盛的是从明清以后，历史上到清末有59个，教材还是以传统的国学，包括儒学为主，大力兴办书院，所以带来的新学在书院里边应该说都得到倡导，所以它学术机会是很浓的，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应该说做到有教无类，也是一种比较创新的、开明、开放的一种教育模式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是我的双胞胎女儿的生日，10岁生日，所以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内蒙老乡过来，跟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下宝宝的生日，也是一个聚会吧。里面全是我的大学同学，还有我的内蒙老乡，我们都是工作在广西南宁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。这是普通的一家人，却是南宁众多民族家庭的一个缩影。民族通婚，血脉相融，成为一家。多民族组成的家庭中，多族语言并用如常，大家共享习俗，共守岁月。
南宁这个地方，它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的一个地区。由于历代这个移民的大量迁入，所以导致了这个南宁这个族群构成的一个多元化。这种多元化的话，它必然会对南宁的文化性格的开放和包容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。多民族他们就产生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这个跟自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。这个恰恰是我们人类面向未来所需要的重要的财富。我们今后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但人类是一个总的概念，它有很多大大小小群体所构成的，所以我们讲文化呢是要多样性的、多元的，越多越好。但是文明呢是应该趋同的，从这一点上讲，我们中华各个民族各个群体，我们应该是逐步大家形成一种共同的中华文明，这是一场趋同的。历史的风云际会，政治的波诡云谲，经济的利通天下，造成不同族群在南中国的不期而遇，相交相融，给热量充沛、植物繁茂的岭南带来更为精致深邃的中原文明。与此同时，北隔五岭，南阻大海，自然的阻隔造成相对的封闭，于是在南方成就了一番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景象，不断发生、萌芽、化育、发展、生枝长叶，成为中华文明的补充和延伸。这一文明发展史中的独特现象，本身也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历史由来和现实佐证。海不辞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辞土石，故能成其高。广西各民族在这里和平相处，延续血脉，赓续薪火。千百年来，包容万有的胸怀，推己及人的气量和能帮就帮的热忱，逐渐成为南宁人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，淬炼成不约而同的公共心理，锻造为不同凡响的精神气质。文化是阳光，是土壤，也是空气。正因如此，这方热土上的人们才能成就丰裕的生活，缔造丰饶的文明，不断刷新历史，创造传奇，升华自我。和朝夕相伴的邕江一样，汇纳百川，浩荡奔流。流过了多少道弯，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。历经了多少沧桑，才有了你今天的容颜。